这照片是你吗？是我，那个时候我还很瘦。大家好，我是程飞。今天呀，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我是北京市第172例、全国第397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2014年2月11号的时候，我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其实啊，本来这件事呢已经过去好久了，没必要再提了。但是啊，到今天正好已经是10周年了，我就寻思说这做点什么啊，然后我就想把我当年捐献的经历给分享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造血干细胞，了解这个捐献的过程，并且呀也收集了一些问题，进行一个算是答疑解惑。所以啊，就想今天拍的这么一个视频。同时啊，这里做一个声明，本期视频呢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然后跟官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仅仅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一个分享，让更多人了解造血干细胞这个事儿。大家要想知道更严谨、更了解的这种相关的知识啊，还是需要去通过官方的途径去了解。造血干细胞这个名字，可能还有人觉得陌生，不太熟悉啊。那其实到现在，可能很多人还以为这个捐献骨髓，那是不是要拿一个大针头往这个脊椎骨里一插，再抽骨髓啊？现在并不是这样的了啊。咱们现在的捐献的方式叫做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这个外周血又是什么呢？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啊，就是说身体里的血液啊，有区别于内脏的血液。所以虽然咱们的本期标题是用了捐骨髓这个词，但是我还是希望更多人知道啊，现在的叫法叫做捐献造血干细胞，直接把针扎进骨头里的。那可能会这个是亲属之间捐献骨髓，目前可能还会有这么一种的手术操作啊，但是啊，咱们现在的这种志愿者捐献的，它都不需要这种操作了啊。另外呢，就是我也想说一下啊，捐献造血干细胞，它这个从大分支上可能也算是成分献血的一种，但是啊，它这个捐献造干又跟捐献血液，它又属于两个系统、两种操作。所以呢，咱们本期视频更重要的是进行一个造血干细胞的一个介绍啊。对于这个献血这方面，我就不想涉及过多的内容啊，毕竟现在这个社会上对于这个献血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那我一个人我也没法改变这种现状啊，所以说咱们就是在这个视频里头就不提，尽量不提献血的事情了啊。那很多人最关心的其实就是一个捐献的身体条件，捐献者的身体条件基本上是跟这个献血的要求是一样的啊。简单来说就是身体健康，然后没有各种重大疾病，没有传染性疾病等等啊，并且有相关的这种意愿就可以加入。也18岁到45周岁，在这个年龄段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啊。上限它规定是45岁，这是因为啊，它这个入库之后等待配型的时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有些人可能10多年都没有等到配型。而他这个捐献的年龄上限是55岁，所以说他需要留出的这么一个时间让你等待去配型。而年龄再大的话，为了你这个捐献者本身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年纪再大，它就是不被允许了啊。身体条件的其他方面，然后咱们这块贴一个图哈，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同时，它这个对于捐献者的体重有一定的要求，需要达到50公斤以上才可以。因为啊，它这个在捐献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是你身体的血液是要流到身体外边的，而如果你的体重过低啊，在这个血液流出去处理血液的这个过程中，那可能会对这个献血者本人就存在一定危害。所以说，这个对体重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当身体条件满足了捐献之后，在哪里可以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呢？其实就是像那种大街上的献血车就可以啊，你过去跟他说想加入中华骨髓库，然后他会让你填几张表格，包括你的个人信息啊，包括确认你这个捐献的意愿呀，然后呢再采集5到8毫升的血样，这样就可以了啊。初次检测完成之后啊，骨髓库会跟你进行一个短信通知，确定完了告诉你你这个已经加入中华骨髓库了。完了也有的地方可能是直接这个电话跟你联络，问你是否想好了确定要加入这个骨髓库。
然后像有的高校，它可能每年都会这个跟当地的骨髓库进行一个合作啊，会到校园里进行一个入库采集。我就是2011年的4月份，然后在学校里头这个去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采集，完成了一个信息的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像我的话，其实是等了2年多，我记得是2013年的12月30号还是31号来着啊，接到一个电话，跟我说我跟一个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了，问我愿不愿意捐献。那我肯定是非常同意啊。当你跟病人初分配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往后进行下一步了。下一步叫做高分配检测啊。这个时候再需要你再进行去抽一个血样，完了检测一下你这个血液的这种基因配型啊什么的，官方的名词叫做 HLA 配型啊，咱们也不需要了解的太清楚，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基因检测，确保你的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到了病人身上之后，它不会出现排异反应，它可以顺利的进行一个分化和正常的一个增殖。这个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吧？做完高分辨检测之后，但可能也有人会因为高分辨检测它不通过，所以无法继续往后进行啊。咱们假设这个顺利通过之后，并且本人也有这个捐献意愿，那下一步就是当地骨髓库的工作人员会找你去附近的医院进行一个体检，看看你身体各方面是否符合这个捐献的要求啊？因为毕竟当时咱们也说了嘛，你登记入库的时候可能还很年轻，等你到了能够捐献的时候，你的年纪就已经大了，你的身体有些条件不满足状态了啊。如果有这份心想要去进行这个捐献，那么我们也要平时注意，时刻的让自己保持身体健康。到现在为止，你有随时可以退出骨髓库的权利，就是说，哎，你这个时候我突然不想捐这糟干了，本来这个就是自愿的事情啊，哪怕你就是说到了体检这一步，你就说我突然不想捐了，此时此刻退出都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如果咱们再到了下一步，要对你进行一个糟干的采集了，病人可能也都会推入这个无菌舱，要进行一个全身细胞灭活，然后再等着新的造血干细胞送过来，并且输到体内。这个时候你要再去拒绝的话，那咱的说的不好听点，就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不够果断，导致这个病人，这个所以说就是如果不想捐了，这个在早期前期是随时可以的啊。但是如果真的你要是没有考虑好，也千万不要去做加入骨髓库这个事情啊。因为真等采集的时候你再拒绝，虽然可能这个也会尊重你的意愿，但是真的这种行为就太不好了啊。高分辨配型这个 OK 了，体检 OK 了，没问题。下一步咱们就要住到医院里头进行一个5到7天的住院，然后为正式的捐献做一个准备啊。然后可能有的地方也是是安排到住在酒店里头，然后每天再去医院进行一个相关的操作。那这个住院期间的前4、5天都会给你注射一种叫做惠尔血的药，然后一般圈内呢就管它叫做动员剂啊。它的主要功能啊，就是说可以让你身体里的加速你身体里造血干细胞的一个分裂，并从这个骨髓中释放到血液中啊。等到身体里造血干细胞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开始正式的采集了。那住院期间呢，每天都除了会打这个动员剂之外啊，还会每天会抽血，时刻检测一下这个各种血常规的指标啊，并且时刻监测你的这个身体状况，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啊。而注射这个动员剂的话，也确实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那比如说像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轻微发热啊，他当时医院就给了一个这叫布洛芬给进行一个退烧啊，然后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身体酸痛。然后会出现骨头疼痛。你像我当时就会出现这个胸骨疼痛，胸本身没事儿，但是胸这一圈肋骨，它当时就感觉会有轻微的、明显的收缩感。至于是不是真的收缩了，我也不知道，但确实那个疼痛感觉就像是胸骨在收缩啊。然后还会食欲不振，
这个是确实是让我很尴尬的一点啊，因为本身呢就是开始前几天住进医院之后啊，吃饭虽然说那盒饭不是特别好吃吧，但是你像我这饭量啊，每次基本上一盒肯定都不够吃啊。但是结果后来注射到了第3天的时候，那盒饭我就吃不完了，吃几口我就不想吃了。然后就真的就最后就只能是造成了一些浪费啊，这就让我很尴尬。在这个住院期间，不建议你是随便出去的啊。你说你下楼遛个弯还可以啊，但你说你这个突然朋友有个聚会啊，约你去什么唱 K 啊，去网吧玩，这种可能就不太行了啊。要确保的就是说，这个你随时可以回到这个病房，方便进行下一步操作吧。动员剂打了4、5针，然后血液的这种血液里皂苷的浓度也达到要求了之后，就可以开始正式的采集捐献了啊。然后因为我的这个血管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是给我胳膊里头埋了留置针，而且还做了一个备案。因为正常情况下，左手右手一边一个就可以了。当时在我的手背上还扎了第3个啊，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怪物。话说这个留置针当时在这个胳膊里埋下了之后，那异物感还是很明显的啊。2月11号早上醒来之后就开始采集了，针头插到2边胳膊里头，然后我的人躺在床上就不能动了啊。一个胳膊血液流出去，然后到机器里头进行一个分离操作啊，然后另一个胳膊进行一个回输啊。当天啊，还有很多同学来看我，然后北京红会的会长，然后也过来看我进行一个慰问啊。我捐献的对象当时好像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现在可能应该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哈。捐献的过程非常漫长，基本上都得4个多小时了啊。然后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着啊。不过所幸这个当时还是有人在旁边，还可以跟我聊聊天说说话啊。采集完成了之后啊，这个造血干细胞就会由专人去进行一个运送啊，送到病人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医院去输到他的身体里头啊。病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恢复，那他就是从死亡的边缘线上走了回来，重获新生。采集完之后啊，这还并不算完全完，先观察个30分钟、1小时，有没有急性突发的这种不良反应啊？一般是不会有的哈。然后呢，再住院观察个1天，看看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不良反应变化啊。刚才提到的那些由于注射动员剂所产生的不良反应，然后也是在停药了24小时之后，就基本上都消失不见了。出院之后，基本上休息个1个礼拜，身体上就已经没有感觉不到任何的异常、任何不舒服了哈。就是我也去做过一些简单的检查，当时好像是白细胞高还是白细胞低，反正就是过了3个月，身体的指标什么的啊，血常规啊，乱七八糟的也才够恢复完全的正常。然后官方的建议是，这个捐献皂苷之后要休息个半年时间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可能就是1个多月就已经恢复的完全就跟没发生过采集一样了哈。捐献后的半年，然后骨髓库还会再找这个捐献者进行2次的体检啊，看看你这个身体啊有没有什么的这种不良反应啊等等相关的啊。我当时也是算是记了一个流水账的日记，现在在这块儿再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上就是我捐献皂苷的这么一个流程啊。那同时呢，也很多人关于这个捐献皂苷也提出了很多问题，那咱们下面也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就比如说会不会通知父母啊？这个原则上其实还是要最好是让你的这个家里人知道你要捐献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但是其实也会尊重本人意愿的啊。你像我，其实当年就因为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去做这个事情啊。我主观上还是非常强烈希望能够帮助到
这个病人，而我妈对这方面又完全的不了解不懂，那与其让她在担心，那不如就选择先不告诉她，咱们自己把这个事情给她做了啊。但是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啊，这个事情最好还是先跟家里说一下啊，能够获得家人的支持是最好的。从开始准备到捐献时间是多长？如果是指这个入库的话，那可能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年啊。但是如果就是说告诉你有初分配配型成功了，那可能快的1-2个月，稍微慢一点的2-3个月，也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捐献了啊。身体恢复时间，官方说的是半年时间，身体可以完全恢复啊。但是可能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然后非常多人关心的一点，捐这个到底会不会痛？一个是刚才说的那个注射动员剂会产生一些副反应，但是那个其实都是可以忍受的状态啊。就是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对于能够救一个人来说啊，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那完全都是值得的啊。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扎针的时候扎的那一下疼一下，不知道大家从小到大有没有这么一种经历啊？就是在家里走着，突然这个脚撞到了桌子角，撞到了墙角、桌子腿等等地方，然后那个脚趾头特别疼，不知道有没有有过这个经历啊？就是捐献皂苷的疼跟这个撞脚趾头的疼相比，还不足它的1/20，就是这种疼痛感哈。再接着就是很多人关心的捐献对身体的影响，会不会有后遗症？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有将近17000人捐献成功了啊，外省是不太好确定。就是说咱就长期来看的话，北京的600多位捐献者是没有出现有后遗症的情况啊。你像我到现在已经捐献完10年了啊，到现在能吃能喝能跑能跳的，我捐献完，我到现在我能跑马拉松，我能做10多个引体向上。那你说我这身体会因为捐献皂苷而受到影响吗？对不对？像是我知道的其他捐献者也都是该吃该喝正常的生活啊。很多人也都就是捐献完了之后才生的孩子，完了生2胎的也都有了啊。唯一可能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些女性在备孕期，你又要遇到这个要捐献这个事儿，那你这个备孕计划可能就要受到打乱啊。虽然可能没有这个直接的证据说捐献完之后短期内会对这个怀孕产生影响，但是咱们为了最大程度确保这种胎儿健康，那可能就是要让你身体完全的没问题之后，再进行一个下一步的这么一个计划啊。然后我再说一点纯粹个人主观的这种想法啊，也是没有任何的官方的这种临床数据能够证明的。咱们在中学生物课上学到知识，就是说人的寿命是跟细胞的分裂次数有关系的啊。而这个捐献皂苷，它的这种对于捐献者来说，它的本质就是当时注射药物，让你脊椎里的造血干细胞进行一个加速的分裂。那也就是说，有可能你原本能够活到100岁，结果却由于这一次捐献的加速分裂，导致你最后只活了99岁。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临床证明，没有相关的数据，纯粹是一个个人猜测啊。然后就是说，捐皂苷会变胖吗？这个东西吧，咋说呢？是你这东西胖不胖，它跟你捐不捐皂苷是没有关系的啊。你像我是14年捐的皂苷，那其实我16年的时候我也瘦下来过，做了这个自媒体美食博主，那也后来又胖了起来。而我去年9月份又开始恢复了跑步，那又从胖又变瘦了一点点，对不对？那所以说这到底会胖还是瘦，它的本质是看你热量盈余还是有热量缺口啊。你无非就是说你摄入大于消耗就会变胖，你这个消耗大于摄入那就会变瘦啊。捐献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啊，可能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捐献者，捐完之后啊，觉得我该好好的补一补了，那结果之后短时间内吃了好多好东西，那这个短期内肯定会造成这么一个体重上升的这么一种趋势。但是只要你恢复正常的饮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节奏当中啊，它这个体重也会再恢复到你之前正常的状态。是有人会问啊，
知不知道这个病人的联系方式之类的，或者说病人有没有找过捐献者之类的啊？就是首先咱们这个捐献的过程，它是一个双盲原则，双方谁也不知道是谁。捐献者不知道病人，病人不知道捐献者，这是考虑到一些社会学因素、伦理学因素等等啊。为了避免出现这么几种情况啊，比如说，这个捐献者知道病人家里特别有钱啊，于是就要求说，你得给我多少钱，要不然我不给你捐。那咱们本身这个捐献它就是一个无偿的行为，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双盲原则哈。有的时候会为了一些配合一些要进行一些宣传的话，在经过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会找一些捐献者和病人进行一个见面交互，让他们进行一个认识啊，但是整体的原则上还是一个双盲原则，双方谁也不知道谁，保密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好的啊。像是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那个接受移植了我造血干细胞的那个小朋友大朋友现在怎么样了啊？然后有人问我，现在程飞你还会再去进行捐吗？就是这个捐造干它跟献血它不一样，献血你可以这个半年一次全血，半个月一次成分血，但是这个造干的话，以目前的政策来说，一个人这一辈子只能捐一次啊。以后会不会有这个政策改变，咱也不好说。反正目前为止就是捐这么一次，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啊。然后有个别的人可能会由于这个病人病情不稳定复发了，找这个同一个捐献者进行一个二次捐献。在和患者不在同一个城市的话，需不需要那什么啊？就是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跟病人不在同一个城市的。你在你所在的城市去进行一个捐献，再由专人送到这个病人的那个城市嘛啊。同时呢，也是由于这个双盲原则，所以可能即使在一个城市，也不会让你们在同一个医院，避免发生各种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全过程中肉体和精神上感受如何？这个肉体上，因为就只能一直躺着嘛，确实很无聊，而且这叫身体都已经僵硬了。哎呦，就特别想活动一下身体，这种感觉啊，但是只能躺着一动不动啊。然后精神方面，这个也可以咱们随意聊两句啊。当时其实我是处于一个很纠结的状态，为什么呢？一个是我心头有两个小人儿啊，一个小人说，哎呀，这病人这快不行了，咱们得赶快给他捐献。然后另一个小人说，哎呀，这放寒假呀，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怎么说也得让学校知道吧？这要是开学之后再捐的话，那学校知道了，那不得给我好好一通表扬吗？反正就是当时确实这个心理上有过这么一个波动啊，但是最后肯定还是因为要以病人为主，所以这个当时我是2月11号刚过完春节就去进行了一个捐献。2014年好像是马年吧，是吧？捐献前后饮食。捐献前呢，基本上就是吃医院只给的这个食物了啊，味道差了一些，但是也能管饱。然后当时跟刚才也提到了，可能会食欲不振，你这吃不饱，反正饿不死就行了哈。整体上是以清淡为主。捐献之后啊，咱们这个也不需要大补特补，正常吃喝就可以。但是啊，你毕竟这个一辈子一次的事情，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吃顿以前没吃过的，吃顿好的，奖励一下自己啊。正常饮食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去大补特补。然后评论区还有一个小伙伴说了这么一个事情啊，他是吐槽一句这个谣言啊，就说一旦登记了器官捐献，就会有神秘组织那什么啊。这咋说呢？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啊，我也做了一个器官捐献登记、眼球捐献登记，还有一个遗体捐献登记哈。那你说这10多年了，结果这仨东西我一个都没用上，那我是不是还说怀疑这个捐献是假的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完全没必要去操心啊。以上就是这么一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流程和一些大家问的问题的进行一个解答哈。我再随便说两句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造干其实也不了解，但是我知道的是它能救人就够了啊。那只要能救人，我就让我做啥都行。那甚至就是说，你别说让我捐点血了，你就是砍我一条胳膊，我都不会有怨言。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哈。
当然了，你这无论是献血也好，捐这个皂苷也好，它确实也都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啊。最后啊，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就是深思熟虑入库。那咱们等到捐献的时候，那就要义无反顾了啊！千万不要凭着一腔热血就说加入骨髓库了，结果到最后该捐献的时候各种害怕，到时候反悔那就不太好了啊。那么好的，本期视频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捐献皂苷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也希望这个世界上啊这些有伤病的家庭越来越少吧啊！祝大家新春大吉，龙年快乐！咱们下期再见，拜拜。